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看完《白鹿临江仙》32集大结局，才知被于正骗了，剧情反转太儿戏。白鹿，曾舜晞主演的仙侠剧《临江仙》，在热热闹闹的播放了大半个月后，迎来了大结局。最后4集超前点播，一口气看完最后4集后，非常无语，全程就一个感觉，反转很多，但是很生硬，怎一个乱字了的，看得稀里糊涂的。前期于正宣传这部剧非常新颖，是首部离婚仙侠，还有悬疑元素和无限流元素，算是很大的创新。也冲着这一点，很多人一边看一边猜测解密，男女主一直在演，一个演失忆，一个演傻瓜，观众持续发现自己被做局，一个反转后面是另一个反转。好奇结局是什么样的，不知道是还是。关于大结局的猜测众说纷纭，像石安到底死没死，尹童子到底是布偶还是石安转世等等，但直到最后，关于尹童子的身份都没交代，而且到最后搞一圈，还是白九思和花如月2个人的情节，配角都太工具人了。青阳上9重天劝和白九思和花如月，却被萧敬山杀死，嫁祸给龙渊。青阳死后，花如月带着静云宗所有人杀上藏雷殿，白九思再次被花如月捅了一刀，张酸背后捅了花如月一刀，大家都懵了。原来这又是白九思和花如月做的局，因为青阳死了，意识到背后有人操纵，让花如月杀白九思。自此大 boss 出现，原来张酸被萧敬山附身，一直搅乱做局的是萧敬山，他想要破坏无量杯，企图打破3界平衡，用魔界取代人仙2界，为复活家人铺路。原来萧敬山是凡人修士，因妻儿在600年前清虚真君围剿雷鸟时被天火误杀，对神族产生滔天恨意。他偶然获得鸿蒙父神的浊气，修成魔功，掌握生死咒等禁术，自此布局数百年报复神界。比如化身游乐仙村民等身份，制造幻境挑拨花如月与白九思，诱导花如月丧子时安慰幻象弑夫，激化2人仇恨，还附身张酸，借其身份潜伏静云宗，暗杀青阳师傅并嫁祸龙渊，推动主角反目。所以到最后几集，一直就是看各大门派联合起来对付成型的萧敬山，死了不少人。因莲宗的曲星蛮的母亲曲珂，静云宗的丹阳长老吕素官，还有藏雷殿的黎墨、宁烟等等，都牺牲了。本来以为樊玲儿会死的，他为协助花如月对抗萧敬山，选择牺牲自身献祭欢喜杯，解救困在幻境中的百姓，最终会消散而亡。结果出现反转了，樊玲儿没有死，在终极绝杀中，白九思又牺牲自己，化为一缕魂魄注入气月剑，花如月手持逐日剑和气月剑双剑，打败了萧敬山。在无量杯即将毁坏之际，樊玲儿、张酸还有花如月等人一同使用法力修复了无量杯，3界免遭劫难，天下安定了。经历了生死，蒙楚想通了很多事情，以前总是想着身为大师兄的责任，不去找曲星蛮，如今知道珍惜眼前人了，和曲星蛮一同去阴莲宗重振老婆宗门，成了赘婿。静云宗的掌门成了张酸，樊玲儿也在静云宗，2人的感情是开放性结局，他对张酸的爱意始终没得到回应，但谁又能知道日后如何呢？花如月已经去寻找白九思了，樊玲儿就是近水楼台。而尹童子被掌管时间的神明西娥带走了，尹童子在浇灌凝烟，已经从枯木长成一棵小树苗了。枯木逢春，生生不息。西娥还给了花如月可以穿梭时空的法器，花如月穿越回过去，改的不是现在花如月的时间线，而是每个时间节点的可能性，改变了萧敬山家破人亡的结局。
那场天火发生时，家人都不在屋子里，躲过一劫，他不用再向神界复仇，花如月和白九思也就不用拔刀相向。还遇到了小孩时期的玄威，告诉他日后会创建了不起的宗门，还让他知道了青阳的爱意，让他好好对待送花的女孩。还看到了曾经在凡间的自己，把白九思所做的一切都告诉凡间的自己，让他注意不要动了胎气。两人心结终于了。时间之神借花如月之力重聚白九思消散的元神，花如月回到与白九思的初遇之的，陪伴白九思。两人通过水下亲吻场景完成救赎，象征轮回重启。虽然结局是，但看完后真的很无语。这部剧反转是多，但反转太没逻辑了。曾因丧子之痛活埋、互杀等极端冲突被质疑 HE 合理性。最后几集也很乱，你以为某个人死了，但他又突然活了，很儿戏，全程逗观众玩，完全为了反转而反转，非常生硬。还有配角形象都不饱满，围着主角二人转，主角二人光环也很强，就是给人一种互捅800遍都不死的感觉，毫无逻辑。那几个高高在上的尊者好像也没什么用，真的就是来打个酱油而已。2. 临江仙结局颠覆认知，白鹿穿越时空改命反遭现实暴击。当最后一帧画面定格在冰封极地的漫天飞雪中，当白鹿饰演的花如月与曾舜熙饰演的白九思在时空裂隙中深情相拥，这部让全网观众又哭又笑的仙侠巨制终于落下帷幕。不同于传统古偶剧的套路，话收尾临江仙用3世轮回的虐恋、时空回溯的哲学思辨，以及那些藏在细节里的现实隐喻，在观众心口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。故事要从那个被玄天使者封印在太乙峰的男人说起。洪瑶饰演的萧敬山，本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人族修者，却在濒死之际遇见了迷路的张酸。这个偶然的相遇，彻底改写了所有人的命运轨迹。他禁锢张酸，传授功力，将复仇的火焰烧向花如月和白九思，看似是万恶之源，实则是因果律的提线木偶。编剧在这里埋了个精妙的伏笔，萧敬山想要摧毁的不仅是封印魔族的无量碑，更是自己支离破碎的人生。当他发现白九思正是无量碑的镇守者时，一场精心设计的复仇大戏拉开帷幕。幻境中的阴谋陷阱，挑拨离间的诛心之语，都不过是这个可怜人对抗命运的最后挣扎。最讽刺的是，这个让3界生灵涂炭的魔头，最终竟被自己的执念反噬。当他化作回溯鬼的瞬间，檀木飘过无数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的叹息。这让人想起尼采那句：当你凝视深渊时，深渊也在凝视着你。在仙侠世界里，恶的种子往往开在善的土壤里。白鹿饰演的花如月，大概是近年仙侠剧中最令人心疼的女主。当她手握回溯鬼回到过去，本想改写悲剧，却发现每个选择都像多米诺骨牌，推倒一个就会引发连锁反应。阻止萧敬山家人葬身火海，却让旱灾提前降临；保住爱子性命，却让白九思魂飞魄散。这种修正及颠覆的叙事张力，让观众在弹幕直呼编剧太会玩。特别值得玩味的是他与时间古神西娥的对话。王婷雯饰演的西娥看似冷酷，实则道出了整部剧的核心理念：你可以回到过去，却不一定能改变未来。这让我想起星际穿越中爱是唯一能穿越时空维度的存在。在临江仙里，这种爱被具象化为花如月一次次穿越时空的执念。当他终于明白每一个轮回都有一定的因果，这个发现比任何法术都更具杀伤力。我们何尝不是如此？总想着如果当初会不会不同，却忘了生命中的遗憾本就是构成完整的拼图。于荣光饰演的玄威，大概是全剧最令人意难平的角色。这个在前期存在感不强的配角，
在结局篇突然爆发惊人能量。当他将迷仙草放入花如月的茶中，当他走向干涸大地献祭灵力，檀木瞬间被泪目刷屏。编剧在这里玩了个漂亮的反转，玄威交出契月剑不是背叛，而是以命相报的深情。他早就知道对抗萧敬山必败，却依然选择用最惨烈的方式完成救赎。当甘霖倾盆而下，这个画面成了全剧最震撼的视觉符号，不是法术对轰的绚烂，而是生命消逝的壮美。更令人心碎的是他临终前的那句：“师傅，弟子来见您了。”这个细节让玄威与青阳的师徒情瞬间升华，也让观众想起生活中那些默默守护我们的人。他们或许不善表达，却总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。如果说前3世是命运的玩笑，那么花如月的时空穿越就是与宿命的对赌。他找到红莲阻止下毒，给幼年玄威送修行秘籍，甚至对怀孕的自己坦白真相。这些看似零散的剧情，实则构成精妙的闭环。特别惊艳的是他与孟长琴的对话。当他说出白酒丝为我承受10年雷劫，这个细节不仅填了前期埋下的伏笔，更将2人的情感推向新高度。原来所谓的3结3离，不过是命运开的残酷玩笑，而他们始终在彼此的生命里刻下烙印。最妙的是他将静云宗交给张酸和樊灵儿的安排，这个决定看似突兀，实则暗合道家无为而治的智慧。有时候放手比紧握更需要勇气。全剧最高光的时刻，莫过于白酒丝重生的那场戏。当花如月的阳火与白酒丝的阴水结合，当那个跨越生死的吻落下，檀木瞬间被破防了淹没。这个设计堪称神来之笔，将道家阴阳哲学与现代爱情观完美融合。曾舜晞在这里贡献了教科书级的演技，从魂飞魄散时的破碎感，到重生后的眼神转变，将白酒丝的成长轨迹刻画得入木三分。特别是他听到花如月坦白怀孕时的表情变化，从震惊到狂喜再到心疼，堪称演技炸裂时刻。临江仙的精妙不仅在于宏大的世界观，更在于那些藏在细节里的现实投射。比如仙界民政局的设定，用神界律法影射现代婚姻困境；玄威献祭时的007修仙版檀木，道尽打工人的辛酸；花如月卖包子的结局，更是对平凡才是真的温柔诠释。这些细节让临江仙超越了普通仙侠剧的范畴，成为照进现实的镜子。我们看着剧中人的爱恨嗔痴，何尝不是在审视自己的人生？那些没说完的话，没抓住的手，没来得及的道歉，不正是每个人心中的时空裂隙吗？当片尾曲响起时，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，在泪水中露出了微笑。临江仙用最虐心的故事，讲透了最温暖的道理。所谓仙侠，不在飞天遁的，而在柴米油盐；不在永生不死，而在珍惜当下。